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关节炎。我为什么要说是我的关节炎呢？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关节炎是类风湿关节炎，还是反应式关节炎，还是骨关节炎。这件事情是在14岁的某一个早上开始的。我睡醒觉以后，我膝盖痛，而且膝盖痛了以后它不好。结果呢，过了几天以后，我脚踝痛。后来过了几天以后，我手指头痛。慢慢的才发现说，怎么搞的？我这个关节痛啊，它会跑。那个时候我们以为是有个东西在里面，然后它会跑。那个时候去看医生，很有名的骨科医生。当时他们最后结论就告诉我妈说，我得的是类风湿关节炎。他们给我的治疗方案我记得很清楚，然后用激素的方式吃激素的药物。因为当时医生在书桌上画图给我看，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刚开始的时候，他画一个正三角形跟一个倒三角形，意思是说你刚刚开始吃的时候剂量很少，然后慢慢增加，一段时间以后再慢慢减少，然后慢慢就不吃了。我也不知道他给我吃的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是激素，没用。结论是没用。然后呢，让我吃止痛药，具体名字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一天要吃14粒的止痛药，痛的比较不那么厉害。他有的时候发作了以后，痛1个礼拜，痛10天，然后慢慢它就好了。好了以后，过了几天以后，用另外几个地方又发作。那个时候那个状态是这样，就一直不好，一直不好，就只靠吃止痛药。到了我20岁左右的时候，我在工厂打工啊，工厂打工要用力气的，要干活的，那个很辛苦的，痛嘛。但是还是得做，你不做的话怎么办呢？所以吃了止痛药，有的时候绑着弹性绷带去打工去工作的。再到了我快30岁的时候，西医给我开了一种药，吃了有用。不发作的时候我不吃，可是发作的时候我吃呢，它确实有用。它不会把所有的痛全部都消掉，可是呢，至少肿的没有那么厉害，痛的没有那么厉害，我人会变得比较舒服。反正我需要我就吃了，我也不知道吃了的副作用是什么，我就吃了。我告诉你们哈，到后来把我肾脏吃坏了哈，不要跟我学啊。就我只是要告诉你们，我的关节炎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后患。当时医生跟我父母说，大概到了40岁左右，他说他大概生活就无法自理了，因为关节炎这种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坏的。但是我自己在工厂上班，有的时候我要日夜轮班，每天工作时间差不多要到16个小时啊，有的时候连续3个月都没有周末的，所以工作很辛苦。可是不舒服呢，吃了止痛药就应付了。到了我42岁的时候，我体重到了280斤了，当然我的关节并没有好，关节只会更坏，没有更好。我走路啊，每一步跨出去身上都是痛的。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不愿意再吃药了，我就光靠吃药我觉得不是办法，就是它再痛我都忍了，我不吃了，就你痛你的，我过我的日子了，我就这样了。你现在回想起来是挺非人的哈，真的不是人过的日子。你自己要靠自己的心理状态去调整的，不然的话你不知道你怎么活的。你要把你身体的痛跟你自己做隔离。到了42岁那年，因为要减肥呢，我就开始做高强度的重量训练了，关节压力很大的，所以不吃药不行了，有的时候吃了药还痛啊，还绑了绷带去做。那2年半减了100斤，体重减下来了，我健康完全没有变好，这是我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因为减了100斤，可是我免疫力不好，开始经常生病，生病的时候不能做运动了，运动放下了一段时间以后，饮食也就放下了，后面体重嘛就慢慢的回来，那个药我就没有再吃了，我就不做运动的话，我不需要，它痛就痛了，我认了。所以大概在45岁的时候，我就把药又停掉了。但是那个时候呢，已经检查出来我有慢性肾脏病了。当时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我有尿蛋白了。这个故事一直到我59岁的时候，我体重回到了300斤。你可以想象到，体重越重，你的关节压力越大。我每一年都需要到欧洲、到美国去出差、去开会，坐长途飞机啊，调时差啊，很痛苦的。在飞机场转机，拿着行李走路，你想300斤的人走路，每一步身上的关节都在痛，你是很痛苦的。但是到了59岁的那一年，我女儿送了我那本书，是叫我换个角度来看《肥胖代码》这本书。我在不同的视频里面有提到过这本书，这本书是我做一切改变的启蒙啊！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我学到了除了体重的问题，除了热量理论以外，还出现了另外一个理论，叫做激素理论。所以我很投入的去学习激素理论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我们吃错食物以后可以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我并不知道我改变饮食对我的关节会带来任何改变。我刚刚开始的时候，仅仅就是为了减体重，因为不减体重的话我就完蛋了，我身上的慢性病太严重了，肾脏负担太重了，就快要牺牲了。我开始转变这个饮食，按照这个生酮饮食的基本要求去做的时候，就在第1个礼拜啊，我就有很微妙的感觉啊。我觉得我自己身体变得比较轻快，因为我自己的身体是很不好的，每天拖着很沉重的步伐，
走到这里，走到那里。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卧室在2楼，我要去上班，我到了1楼，如果我忘记带袜子了，你要我走回2楼去拿袜子，我走不动了，我走不上去了，是那种状态的。就仅仅1个礼拜到10天，我就觉得我自己身体好像变得轻快了，人变得比较轻松了。我就觉得，这个饮食似乎还真的对我有改变。我知道，我觉得比较舒服了。我经常跟大家说，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观察你自己有没有变得比较舒服了。舒服就是健康，不舒服就是不健康，懂吗？你不舒服你会去看医生，难道舒服了你不知道你变好了吗？其实道理很简单啊。当时我就觉得人变得比较舒服了，然后我注意到我关节炎发作它还继续发作的。可是发作的时间的长度变成缩短了，然后呢，发作的频次变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这个是事实，我自己知道，这是我的身体，我观察得到的。我一直延续这个饮食，然后再继续读书以后，当时我了解到了慢性炎症的问题，慢性炎症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慢性炎症使得我身体的免疫系统有的时候不认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呢？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攻击我们自己的关节啊。就因为当时我自己的医生曾经有说过，要问我愿不愿意接受免疫疗法。免疫疗法的意思就是吃药把我自己的免疫力往下降啊。就你要懂这个含义是什么，吃药把自己的免疫力往下降的意思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在攻击你的关节啊。现在我们讲说它叫做自我免疫攻击啊。慢性炎症跟这个有绝对的关系啊。如果你的慢性炎症越厉害，你的自体免疫自我攻击的机会就越高啊。所以我在我的饮食里面开始针对慢性炎症去调整，因为食用油对慢性炎症影响很大，所以我彻底把我食用油做了根本的改变了。比方说我肠道的健康，当时我读这些书读到了肠道的健康，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买益生菌回来吃，很贵的。后来再继续一边吃益生菌一边读书，读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不需要吃益生菌啊，我自己做酸奶，然后呢过滤完了以后，我每天吃这个酸奶比花很多的钱买益生菌回来吃效果还要好。就是有很多科学知识你不读书你不知道。除了这个以外，我当时读到的书里面有非常重要的篇章解释Omega 3跟 Omega 6在慢性炎症里面扮演的角色，所以我们食用油里面应该怎么去处理，补充剂里面应该怎么去处理， Omega 3跟 Omega 6的关系是如何，通通跟慢性炎症有关啊。所以我一边学习一边做一点改一点。我就在整个过程当中，除了我体重下降人变得舒服以外呢，我皮肤的颜色原来暗黑的，这是我渐渐看到怎么有血色了，就是人的颜色都变了。那我关节炎发作的频次继续在下降，每一次发作延续的时间也变得很短了。我再强调一次，我不知道我的关节炎是不是类风湿，我不知道我的关节炎应该叫什么，所以我叫它叫做我的关节炎。我不要大家被误导，类风湿就是如此，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关节炎是如此。当然我到了我改变饮食第10个月的时候，我的体重已经降到了70斤了。那个时候我的关节炎呢基本上不大发作了，它偶尔会有一点浅的，那浅的呢睡一觉呢它也就没有了。这种感觉是我一辈子没有经历过的。当时体重掉了70斤嘛，我就开始想运动了。我家附近有一座小山，我朋友他经常去那个山爬山，我就问他说你陪我去吧，我自己那么多年没爬过山的。我朋友身体非常好，他爬那座山呢，他上去然后下来了2个钟头。那我说2个钟头我应该可以吧，他就带着我去了。第一次上这个山，上山我花了2个多小时，走着把我累得半死。下山的时候我膝盖受不了了，痛啊，每走一步路都痛，我没有勇气站起来继续走下一步的那种痛啊。可是没办法，那个地方叫不到滴滴啊，就是也没有人可以把我抬下山啊。所以我那一趟我一共花了4个小时才下来的。下来以后呢，我关节炎发作了，很厉害。我记得好清楚，8天没有吃药。8天以后它过了以后我又去爬同样一座山，一模一样的一座山，一模一样的路线，3个钟头下来了，关节又发作了，4天结束了。我跟你们讲的是一句夸张的话都没有哈，是真实的情况哈，4天就结束了。你们猜结束了以后我干嘛了？我又去了2个半钟头3个钟头我下来了，我走完了，下来了以后关节又发作了，2天结束了。然后我又去了，它不发作了，我就赶快回去读书。发生什么事了？我读书了以后我终于明白了，压力。我第一次去爬那个山的时候给我的身体制造了非常大的压力，因为我多少年没有上去过了，而且下来的时候是很勉强的走下来的。
所以我身体接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当你身体有压力的时候，你身体的肾上腺就会制造一种肾上腺素，叫做皮质醇。压力越大，它制造皮质醇就越多。皮质醇太多的时候，它会攻击我们的，它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免疫反应的。以前我不懂啊，那为什么第2次去4天就好了，第3次去2天好了，再后来去就好了呢？因为我们是可以训练我们的身体对这种压力产生耐受啊。就好像你去跑步，你今天只能够跑500米，你500米多练几次，你就可以跑1000米啊，你可以耐得住，你身体的耐受力提高了，耐力提高了。我们皮质醇的耐受力是可以透过锻炼提高的。以前我不懂啊，我不应该一下子给我身体这么大压力的，我应该一点一点来，一点一点来，慢慢增加，或许我就不会这么痛苦了。不知不觉的，等于自己是在一个无知的情况下做了一个皮质醇耐受的训练。后来我再去爬那座山，再也没有发作过了。接着下来呢，这座山呢对我没有挑战力，那我跟我朋友说，我们去找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山吧。我们就找比较远的地方去找一些野线，背了背包，拿了登山杖。我刚开始去登这些山，爬这些野线的时候，我2个膝盖啊是用了非常非常好的护膝绑得紧紧的去的，因为我已经懂了，我给它很大的压力的话，它会反噬的，它会有反应的。所以我刚开始去走徒步的路线，也是上山下山啊，6个小时的路线，然后有的时候下雨天负重，背包里面背个20公斤的水，40斤的矿泉水啊，去爬山就是给自己负重增加压力。但是呢，从那个时候以后，我的关节在这种情况下就从来没有发作过了，一直到今天，我今年68岁了，我的关节炎都没有认真的发作过，就是没有痛到我觉得我不能。那你说我的关节炎好了没有呢？我认为我的关节炎好了。现在只有一种情况下我的关节会痛，什么情况？你们一定想不到。我如果到外面餐厅去吃饭，尤其是爆炒的菜吃多了，当天晚上我关节就会痛。但是呢，不是大关节就是小关节，手指头的关节就会痛。那大多数时候这种情况，我睡一觉第2天它就好了。可是有的时候比较严重一点的话，这种痛呢可能会维持2天。那我问大家，这个叫不叫做我的关节炎发作了呢？我真的不认为是我关节炎发作了。现在回想起来，是食用油有问题了，这个食用油引起了我的免疫反应了，这是我自己的推测哈。现在我了解我自己的身体了，如果我要在外面吃饭的话，我基本上不会点爆炒的菜，爆炒它用的油我很了解的，什么油好什么油不好我太清楚了。Omega 6含量高的油就是不能碰，什么油 Omega 6含量高？花生油、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葡萄籽油 Omega 6含量都高。如果是农村压榨的菜籽油 Omega 6跟 Omega 3百分比非常平衡。可是精炼过的菜籽油不能吃，精炼的都不能吃， Omega 6吃多了促炎的。但不仅仅如此，这些油脂啊，它本身 Omega 6含量高，它又精炼，精炼完了以后到餐厅里面以后大火去爆炒啊，你就等于在服毒啊。我现在认为我的身体关节会痛啊，是老天送给我的礼物啊。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老天告诉我说，吃错了下次别去。如果你没有这个礼物的话，你还去，过2天你会得什么毛病我不知道啊。有一些人吃错东西了以后脸上拼命冒痘子啊，那是你身体给你的信号啊！你仔细回想回想，你在哪里吃完了以后长这个痘子的，以后别去了。目前为止，我的关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给我造成困扰。我如果油脂吃得干净，不吃错油，我的关节漂漂亮亮，一点问题没有。我自己在家里面吃饭的话，我猪油用的是最多的。大多数的人以为猪油因为饱和脂肪多，所以吃了以后对我们会造成血管堵塞，那不是真实的。那是在1970几年的时候，整个健康行业被带偏了以后，全世界的人都在都说饱和脂肪不好，猪油非常健康。我吃猪油，我关节非常舒服。然后呢，我家里面还有特级初榨橄榄油，牛油果油用的不多，还有头道茶油。如果你要吃茶油的话，头道茶油，头道茶油不便宜，因为它是头道的。如果你吃的茶油不是头道的，它就是精炼的。精炼的茶油里面就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你自己需要注意了。但是我自己吃的油，猪油用的是最多的。为什么我14岁的时候开始得关节炎呢？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想起来了。我14岁之前，我母亲做菜的时候，家里面用的是猪油跟花生油。那个年代，花生油是我们唯一有机会接触到 Omega 6的东西哈，而且那花生油全部是物理压榨的。我们家主要就是这2种油。就在我13、14岁的那一年，我母亲从外面拎了1桶油回来，叫做调和油。我母亲说，以后花生油跟猪油不能吃了，因为他们说那个吃了会堵血管，他们说吃猪油不健康，他们说以后要吃这种油比较好。
他们是谁？你们自己去想哈。他拎回来那桶油就是精炼的种子油，所谓的调和油里面就是我说的玉米油、大豆油、菜籽油精炼完了以后调和在一起的，叫做调和油。我那个年代，我母亲开始给我们吃调和油，我就是在那个年代开始有关节炎的。你直到现在，这个是触发我关节炎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后面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慢性炎症越来越厉害，因为我自己胰岛素抵抗也很厉害，你的慢性炎症会更厉害，加上食用油也吃错了，所以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那么对你的关节的攻击就会越来越厉害，因为你自体免疫就越不平衡。这一切的一切，我自己把它调整回来。如果你仔细回想的话，我做了哪些正确的事？第一，生酮饮食它本身是解决我胰岛素抵抗、解决我代谢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改变。我以前是吃高糖饮食的人呢，吃高糖饮食的人血糖容易波动大，胰岛素容易制造的多，对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损伤很大的。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越大，你血压就会越厉害，它带来的慢性炎症也是很厉害。所以当时我在改变生酮饮食的时候，因为血糖稳定了，胰岛素下降了，代谢健康恢复了，是一个重要的改变。然后我做的第二个重要的改变是彻底把我的食用油做了一个调整。第三个，我自己吃的营养补充剂，我针对慢性炎症，针对这个自由基，针对 Omega-3 做了很好的调整。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运动提高我身体对压力的耐受力。运动是一种压力，我们身体有压力的时候，不是说光是身体的压力，心理的压力也是一样啊。如果你情绪是很容易激动的人，你跟人如果真正情绪很激动的吵了一个架以后，你身体要制造很多的皮质醇出来的，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怎么搞得我关节也僵了，怎么搞得我后面几天人都不舒服，都是跟这个有关的。所以自己身体的皮质醇耐受好不好，睡眠好不好，这些东西通通都有关系啊。那我把这些东西都调整好了以后，今天的我68岁了，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啊，然后呢我还要做重量训练啊，但是呢我关节很漂亮了，你们也可以啊。